水培概论第15集：生产过程和 PL 的布局。水培学院，您知道如何处理植物以及如何建立植物工厂吗？现在让我告诉您，植物生产过程。这里展示了植物生产过程中以植物运动为中心的典型操作流程。当前，如果叶菜的日产量约为5000颗或更少，则手动进行大多数操作。如果生产能力超过每天10000颗，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下处理操作是半自动化或自动化的：播种、上载、卸载以及从各层运输，将生菜称重，将收获的产品包装在塑料袋中，给装有绿叶的塑料袋贴标签，并将塑料袋包装到容器箱中。在不久的将来， PL 中箱子的移动和运输将在大型 PL 中实现自动化。布局PL 主要由操作室和栽培室组成。空调的外部单元安装在靠近外部墙壁的位置或在屋顶上。将外部设备直接暴露在太阳光下会提高其热交换器的温度，并增加用于冷却的电费，因此应有遮阴。空调的内部和外部单元之间的距离应最小化，以实现较高的性能系数 COP。必须严格避免在外部装置的空气入口和出口积雪。操作室、热水淋浴或空气淋浴的安装取决于 PL 操作员的风险管理政策。虽然热水淋浴会降低培养室受到生物污染的风险，但使用时间要比空气淋头花时间，因此建议使用空气淋头。如果您要进入操作室，在穿干净衣服之前和之后都需要洗个澡。如果您要通过操作室进入栽培室，你需要穿上干净的、消毒的工作服，戴着口罩的头帽、一副手套和靴子。然后在进入栽培室之前再次进行气淋浴15至30秒。栽培室中使用的补给品从操作箱通过通行箱运输。操作室的气淋浴室和通道箱的两侧都有门，以防止操作室和栽培室之间的空气交换。栽培室和操作室之间有一个玻璃窗。摄影机也可以安装在操作室和栽培室中。通过操作室运送到栽培室的物料在操作室的紫外线消毒箱中进行消毒。栽培室。进入栽培室的工人应采取以下步骤： 1. 进入手术室的更衣室； 2. 脱下除内衣以外的所有衣物； 3. 洗个澡，包括清洁头发、头部； 4. 穿上干净、消毒的工作服、帽子、口罩和手套； 5. 戴手套时要用消毒剂洗手； 6. 穿上干净的靴子并对靴底进行消毒； 7. 再次洗个澡； 8. 进入栽培室。现在您已经了解了植物工厂的布局，在接下来的几集中，我们将讨论如何将水培系统整合到其中。